杨过，你这个傻瓜，龙儿根本早已经死了。16年前，他自知无药可救，而你又不肯独自投生，所以他就用这几句话来欺骗你，让你等他16年。龙儿对你如此情深意重，难道你真的不明白吗？既然你决定留在古墓，你就要拜我为师，今生今世都要听我的话。我杨过今天愿拜小龙女姑姑为师。我杨过愿意一生一世都听姑姑的话。假如姑姑有危险的话，我杨过愿意牺牲性命去救姑姑。难道在你心目中就没有想过让我做你的妻子吗？做我妻子？我从来没这么想过。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。畜生！你真这么大逆不道？我对姑姑的爱，今生今世都不会变。为什么老天这么狠心，要过儿受这么多的苦？要受苦，姑姑和你一起受。弟子杨过，与其龙氏，今天在重阳真人面前结为夫妇。师命不可违，妻命更加不敢违。过儿，你千万要记住，你曾经说过这句话，知道吗？龙儿明知道我已经把解药扔下山去了，我哪还有命？要等到16年后相见呢？龙儿，其实我早已经知道，当天你是跳进了这个山崖下面。龙儿，16年，你一个人葬身于山崖下，难道你真不怕寂寞吗？龙儿。真是想不到，这个寒潭下面的岩洞，竟然可以通到这个地方。
龙儿。我的过儿，只不过是长大了。龙儿，过儿，龙儿，真是难为你了，叫你一个人在这种地方一住就住了16年。你怎么忘了？我从小是在古墓长大的，16年对我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。反而，过儿你，龙儿，你也真狠心，你让我一等，就等了整整16年。我最清楚过儿的脾气。假如你知道我死了，你绝不会投身于世上。后来，我想出这个办法。我以为时间长了，过儿你就会。你以为时间长了，我对你的思念之情一定会大减，不会为你寻情。想不到，事隔16年，结果过儿你还是跳了下来。由此可见，一个人还是情深才好。假如我对你思念之情淡了的话，可能我今天只会在断肠崖上大哭一场，然后就远走天涯了。龙儿，那我们今生今世就没有办法再见了。对了，龙儿，为什么你身上的剧毒会……看来，这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安排。当天，我跳下了寒潭，被流水冲进了潭底的岩洞，结果就到了这个幽谷。过了几天之后，我体内的剧毒发作，身体就像被火烧一样，几乎无法忍受。后来，我想起过儿曾经教我用寒玉床倒转经脉来运功疗伤，虽然并不能驱除剧毒，可是也可以使痛苦减轻。后来有一天，有几只玉蜂飞到幽谷来，我就开始筑巢养蜂，玉蜂的数量就越来越多。我就开始每天吃蜂蜜，加上在寒潭水之中抓些白鱼来充饥。想不到蜂蜜加上白鱼，竟然可以驱除我体内的剧毒，所以我就决定每天服食。后来我的剧毒发作的时间越来越少，甚至最近几年再也没有发作过。龙儿，看来你身上的剧毒真的消除得一干二净，不知道是不是叫做好人有好报。我好了以后，心中十分想念你，于是我就用细针在玉蜂的翅膀上刺上我在菊琴谷底这几个字。
希望有一天能够让过儿看见，想办法来救我。我真是粗心大意。每一次我到断肠崖来，虽然我见到很多玉凤，但是我竟然从来没有抓到一只来看一看。对了，过儿，这16年你怎么过的？说起来，真是一言难尽。那天，我看见龙儿在断肠崖上面留下了字，郭伯母他就骗我，他说你被南海神尼救走了。于是我信以为真，所以我开始服食断肠草。师姐，我们差不多还要大半天才到襄阳城，你不吃东西怎么行啊？是啊，我吃不下呀。蓉儿，你不用这么担心，我相信香儿一定没事的。小二，吃点什么2碗阳春面，快点。好的。这次啊，我们在襄阳啊，总算是捡回了命啊！我们回到家乡啊，真要杀鸡拜祖先了。真是没想到啊，我们到襄阳城来做买卖，就遇上这场大战了。哎呀，两位大叔，请问襄阳城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没听说过啊？昨晚蒙古大军偷袭襄阳城啊，简直就是千军万马，又是弓箭又云梯，还有火流星呢。总之是战情激烈，死伤无数，打了1天1夜，那些蒙古人才肯退兵啊。那负责守城的那位郭大侠呢？他有没有事啊？你问郭大侠呀？哎，幸亏这次有他和丐帮啊，还有各路的英雄，他们拼死守城，守襄阳啊，才能守得住。我听人说呀，郭大侠好像也受伤了。啊？什么？靖哥哥受了伤？蓉儿，师姐，蓉儿。重整军容，以防蒙古大军再次侵犯。哼，如果这些蒙古鞑子再敢来，我们一定把他们杀个片甲不留。说是这么说，不过我怕到时……爹，娘他们回来了。啊，靖哥哥，蓉儿，阿弥陀佛，各位，你们都来了，那太好了。靖哥哥，你的手没有事吧？好，没事，是皮外伤。蓉儿，你不用担心。静儿，襄阳城情况怎么样？啊，坐下再说。目前蒙古大军由他们大汗蒙哥亲自领兵攻城，幸亏各路英雄冒死相助，我们才暂时可以守住。不过我相信，蒙古大军一定会卷土重来，我怕守得住一次，守不住第2次。襄阳城迟早会落在他们手中。哎，国靖，你放心吧，如果那些蒙古狗再来攻城啊，我周伯通第一个出战，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啊！有周大哥出手相助，那最好不过了。对了，蓉儿，有没有香儿的消息？蓉儿，你也是的，过儿他生死未卜，你就回来了，你应该等他有消息再离开绝清谷啊。阿弥陀佛，郭夫人已经冒险潜入寒潭，但是始终都没有找到杨居士的下落。更何况我们知道香儿落在金轮法王的手上，所以我们决定赶回襄阳城来。没错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想办法把香儿救回来。对呀对，金轮法王把香儿抓走了，你们说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啊？我怕金轮法王把香儿当成人质来要挟我们。师傅，蒙古使者于城外求见。蒙古使者？哼，岂有此理！郭靖竟然连女儿的性命都不顾，坚决不肯投降。我早说过了，我爹他绝对不会受你威胁的，你枉费心机啊！哼哼，老衲就不相信
郭靖如此铁石心肠，可以眼睁睁看着女儿死，都无动于衷。我爹是个真正的大英雄，为了保卫国土山河，牺牲我一个，也是值得的。你死了这条心嘛！哈哈哈哈！正所谓针扎不到肉，就不知道疼。好，老衲要让你爹亲眼看你这么死。看是保卫山河重要，还是他宝贝女儿